啊，这个比赛呢是刚刚开始啊，我们转播信号呢有点问题，以导致于内分泌失调啊。第一局还有第二局的前半部分呢已经丢失了。不过呢，比分呢正如大家伙所看啊，1-0，灰灰暂时领先。这是一场正常的灰 K 抢15。要跟大家伙讲解一下抢15的这个潜规则呢，就是1P 跟2P 到8分的时候要互换的啊，要互换。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看看这个，怎么说啊？因为这个比赛刚开始啊，这是一个不是那么特别预谋的这么一场比赛了。所以一上来呢，先是一手这个2-0，我们可以来一手竞猜，获胜者呢是灰灰或者是老 K，然后呢再就是败者能不能到10啊？败者能不能到10？现在呢，我们可以开启一手竞猜的啊。好的，那么看一下比赛从第3局刚刚开始，2-0的比分啊，我们个人感觉啊，应该说是还都能理解啊，因为这个老 K 呢最近微微有点面啊，老 K 为什么面呢？他只是面在跟灰灰有差距，其实跟其他人比起来啊，这个不仅差距不大，而且还真能赢。比如说前2天呢，这个输了叶枫一次，赢了叶枫一次，然后后来呢又以微弱的优势赢了叶枫一次。当然呢，赢河池呢是赢得比较场面啊。这个所以说呢，除了灰灰之外呢，这个老 K 啊基本上还是站得住啊。当然呢，这个以前呢叫双神，2个人5-5开，现在呢，我个人感觉啊，你可能不相信，3-7开都悬啊，3-7开都有点悬。所以老 K 呢现在要加油了。那目前可以看到了，来自于灰灰跟老 K 的第3局比赛，这一局老 K 的8神呢稍微硬实了一点，在时间的掩护之下呢，以导致呢这个灰灰啊是被拖死了，而这个0秒钟加血加不了多少。不过灰灰虽然说梗了，但是灰灰呢是给自己的大猪留了2颗气，也就是说3颗。这样的话呢，这3颗气啊就是比较屌了。我们看看开局又崩，然后前压制，8神是没有气的啊，能量闪身都没有，跳地转球，刚长出1颗气选择崩。8神现在如果要是以高点位碰这个大猪的话，大猪就会崩你，直接给你崩死了。这个什么叫高点位呢？就是当你想要抢空，想要跟大猪拼下的时候，大猪没有跟你抢，你踢到我防住，那我这种情况下是任何一个高手都能反应过来我想要崩你的。所以说啊，这个游戏可真的是光靠这个套路也不行，光靠反应速度也不行，多多少少啊得阴险点啊，叫骗，得忽悠啊。你看像这个跳壁落地直接忽悠你站 CD 我抓，这就是忽悠，对吧？你不忽悠肯定是不行的啊。好，跳 CD 能量闪身后跳壁，好，再摸，轻手回身再崩。这样的话呢，第3局啊，我们看得出来啊，第3局好像也有点面啊。这个第3局，这个一上来灰灰虽然说8神梗了，但是这个大猪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我们都管这个大猪叫灰歪猪啊 ，K 歪猪已经面了啊，知道吧啊？好，我们看看。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讲，你14年什么13、14年他俩位置互换这事儿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俩互换，灰灰除了打不过老 K 之外，谁都能打过，而现在老 K 呢，除了打不过灰灰之外，有可能还会输给叶枫啊，有可能也会输给河池。但是前2天的战绩还不错，但是呢再往前撇啊就不知道了。有的时候这玩意儿看发挥啊，这玩意儿真的看发挥的。而老 K 呢，其实我跟你们讲，这帮人啊，你不要以为他玩的多厉害。就是这不是说咱哥们说大话啊，灰灰现在是第一，是因为有很多对吧？有很多年轻人他不玩这个游戏，他也没有必要玩。说实在的啊，真要是说你要愣逼着一些那种就是大脑还有这个反应速度以及这个思维非常活泛的那些年轻人，18、19岁、16、17岁的，你让他们就逼着他们练，不让他们练就直接就对吧？就不让他们参加高考，就不让他们有对吧？就饿死。那灰灰老 K 我估计没有个1、2年啊，他们就不行了，因为现在这个版本是不会更新的，对吧？咱们97版本是不会更新的，无论97还是98，它不会更新。你不更新就这么点套路，这就跟下象棋似的，有那个棋谱，对吧？对吧？就这么点套路，摸索一下，加上我反应速度快。这些高手不行的，我跟你讲，这不是说咱哥们非得说瞧不起这些高手，说你啊，小狼，你就因为你打不过他们，然后你就开始污蔑他们什么？这不算，这就但凡有点能理解我说的话的啊，都能理解啊。但是咱该说不说，现在呢，第一呢，我这么说吧，牛逼在哪儿呢？也确实是你没法找新鲜血液融入进去。
第二呢，就真融入进去呢，那他天赋也未必高。那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兄弟们啊，这个它不像有一些传统的体育竞技项目，对吧？它这是与时俱进的，有一些新的玩法配合。这种一个人和一个人之间的对打，就是看谁棋谱好。你现在你说难听点，这97这个游戏就跟象棋似的，这个外挂啊，这个软件还有围棋啊，阿尔法 Go 是吧？啊，就是这个软件它就是无敌的，你打不了它，而且这个软件现在人家只是设计的啊，还不是特别完美，对吧？真正完美像这种有思维定式的，你打不了啊，你人脑无法跟这种电脑，对吧？没有失误，没有心理素质，什么都没有，只有系统判定，只有告诉你，只有他打你，没有你打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玩不了这个游戏，是吧？这就是我跟大家伙说的啊，你一定要理解我说的啊。当然呢，3比0，这个灰基本上，这局也差不多啊。这上来抢15的比赛，这个感觉有点打逼了啊！你这么一玩，一个不小心4比0，那还玩个屁呢，对不对啊？好，再转。好，忍一手，防的好啊，主要是好的。这一手刚夸完，一个跳跃转落地。97人打不赢电脑的吗？是这样的啊，这个能让电脑打死啊，能让那个软件打死。就是这么说吧，打到你都得，就是你把灰老 K 叫过来，你会发现就是折磨啊，就是折磨啊。这个咱实话实说，但是你像那个王者荣耀也是，你看那个王者荣耀那个有一个难度叫什么？叫觉悟是吧？啊，有个系统叫觉悟，也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觉悟系统好像之前最牛逼的是20级是吧？之后据说要开到25级。那20级觉悟系统把5个国服叫起来都未必打得过去啊，后来只能用一些偷家的方式啊，就偷摸把人水晶拆了，想办法以命换塔，这种玩法才能赢。但是呢随着你这种拆塔的这种方式被这个觉悟系统捕捉了，他认为你这种方式有威胁，他会想办法来限制你这个拆塔的啊。所以说你到时候你拆塔流等到下一个版本你也未必好使。这个就是我跟大家伙说，你可能不相信啊，这个咱就是实话，我一说你就了解。这里面呢就跟大家伙说，那你也不保证说有一些年轻人一定会比灰厉害。那灰咱这么说吧，第一灰现在只是30来岁，那灰40呢，对吧？灰要成一个老曾啊，对吧？我们东北话老曾怎么办啊？你这个东西，当然你说现在正值壮年不是的啊，电子这个竞技或者说像这种竞技还是以20岁左右，尤其是以24岁以左为主，超过24岁应该叫一声老将啊，要叫一声老将啊，这个你懂的啊。好了，看看啊，直接一手大魁啊，老登好，来看看面对大猪啊，发一手啊，你但凡说那个什么呢，有什么 buff 加成，有什么透视那个吧，其实呢这个事儿呢是你们一厢情愿的啊。这个你像那个比如说97，我跟你说做的这个，然后包括像星际啊，包括星际的 AI 啊，这个都能理解啊。我看他们包括像那个什么，当然你这个版本更新了就未必了，对吧？你更新了一个版本，你以前写的这个系统它就不一样，你更新了版本就不一样。那你这个97什么中国象棋、中国围棋、五子棋是吧？什么拳皇97啊，国际象棋，像它这个规则不会改。你比如说咱们玩什么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排球啊，包括足球、篮球，都是为了有一些人比较厉害啊。像什么篮球有个叫什么张伯伦，我记得是，就是他们特别厉害，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对吧，我用规则来改你。你这个乒乓球最开始中国队太厉害了，怎么办？抛起来，你得抛起来，然后再开球。然后后来呢比分也得从怎么开始，这球还得换成大小啊，就是太大了不好，太小了也不好啊，怎么样？这个球的重量还要调，就是你中国队太厉害了，就不相信为什么你中国队这么厉害啊？包括排球也是啊，打多少分啊，对吧？怎么出界？你这个东西它会变的，但是有的游戏它不变，那就没办法，你不变就没办法。好，捡起来。
好，这个不打 bug 阵啊，他想要打这个起身压制，但这样的话呢，容易让千鹤对吧拉开距离给打牵制，这样的话这个大门有点难受。好，朝天脚助此顶门斗漂亮，这个闪身明显是斗啊，5-0的比分啊，这灰 K 的这个比分，你这个差距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啊。灰 K 这个比分多多少少让人有点大跌眼镜了，对不对啊？你乒乓球咋改都一样，但是呢，你以前的什么刘国梁、刘国胜，什么孔令辉，就算他是巅峰时期的这3个人，他也打不过现在的这些啊，什么马龙啊什么之类的。甭管是战术战法还是规则，那他就打不过。但是你不能说他不猛，对吧？这个是这个意思，就是江山还有人才说的。但那个项目毕竟为国争光，拿奥运会金牌，他成名之路很大，人家干成了，年收入也可以通过广告也好，还是怎么也好，荣誉也好，对吧？个人的自我实现也好，你玩拳皇97，你说现在有一些游戏天赋的小孩，他玩拳皇97的目的是啥呢？对吧？好了，看看现在灰灰的8神一手跪啊，已经是5-0了啊。对呀，所以说就算以前的人猛，他也不猛。只要这个项目一直延续下去，规则会随着这个东西改动。你不怕改，你就怕他不改，对吧？你不改不行啊。包括你像踢足球，有时候世界杯说这个足球的重量要上调多少克，你这一下你踢的就对吧？你踢的这个有点懵了，你就感觉好像脚劲儿不对啊，你偏出了多少码啊，什么的。好了，感谢我们的加勒底德啊，这个赠送我来了一手飞机啊，突然一手飞机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啊，那再送2个飞机就别送了，谢谢多谢我们的这个加勒哥啊。看不看见？灰灰打老 K， 现在8神已经够厉害了。就算8神输了，一个大猪，对吧？一个大猪就搞定了。你说这还玩个屁呀，这个啊！好，又是一手抓。剃头是不可能剃头的。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如果说我带节奏就算了，我告诉你，无论什么情况下，灰灰都不能剃老 K 的头的啊，知道吧？就是为了，就哪怕是，就像咱们中国队玩那个乒乓球似的，你像那个张怡宁和那个福原爱，福原爱不是日本人吗？啊，张怡宁啊，福原爱从小啊，在这个咱们中国学乒乓球，啊，虽然说呢还是菜啊，在日本还能有点东西，但是还是菜。但是由于有这种感情啊，咱们可以让这张怡宁发球丢分啊，为啥呢？就是我怕他接不住啊，就当然这是个梗，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啊，只不过这个故事讲出来加上文学加工啊，可能稍微恶心点。但事实就是这个，你让他们真剃头了，以后他妈谁那老 K 如果这么跟大家伙说一句话吧啊，就是说如果真的是2个人差距大了，老 K 无论怎么追，可能加上自己也确实是可能反应速度变慢了啊，就比如说老 K 前一阵不是生病了吗啊，病了一场，咱确实是。心脑血管假设啊，咱们这个事不是丧嘛啊，我就说这个意思啊。老 K 确实是整体的质量下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这行就必须有2个擎天柱啊，一个是你如果要只有一个这个人无敌的，那这个项目很快就黄了，对吧？你只能改变规则，让这个人不无敌才行。但是呢，你还不改规则，那这个无敌的人，他为了这个生态圈，他这个不是说演戏，也不是说导演，你们想。那你要拿这玩意儿吃饭，你如果说拿这玩意儿当容易，我一辈子不想输啊！我什么时候金盆洗手了，那这辈子都不能碰，我不可能再卷土重来的，我就是洗手了，就是退出了。但一旦说我想拿这个吃饭，那你就得考虑这个圈子未来吃饭的这个点，你永远都是无敌的，那谁赞助？那没人赞助了，咋赞助啊？最后一说都是打不过你，完了这项目废了。
对吧？你就必须得有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事儿不是说咱搁这小狼你这个他妈节奏带的啊，那你的意思老 K 就是打不过灰灰呗？现在就是打不过呀，至少是今天这肯定是打不过的。当然呢，10比0这个事儿呢有点侮辱性，不能打。就第一就算能也不行，第二我认为也不能。但是现在6比0怎么说？如果是抢10呢？如果抢10的话，再来一个4比0就完事了。而且这一局你看，而且这一局你又差不多了。你除非是大门翻盘，我大门还没有弃，你看怎么办？如果是7比0了，再剩3局10比0了，抢10完事了。你看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吧，你咱不是说你狼哥空穴来风搁这儿乱码七的，我也希望老 K 能占据。我跟你说，有一阵他俩是真的是5-5开，那个时候是最好看的，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能赢谁，这是最好看的。当然呢，就看两个人的节奏了啊，否则老 K 也不能轻易的就退出，还是需要一个点去赚这份钱，兄弟们啊，就是说热爱97，老 K 热爱97，热爱吗？热爱，有那么热爱吗？没有，因为他退役了，或者说长时间不来了，长时间不来，你就会想到一个事儿，那热爱这个游戏就是没有钱也得玩啊，何况还有钱啊！好。然后呢，你无敌的话，对吧？我给大家伙讲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超级大坏蛋》，这个是个动画电影啊。有人有感兴趣啊，现在可以搜一下，叫《超级大坏蛋》，是一个动画片挺搞笑的啊，挺搞笑的。画风呢有点类似于像那种啊比较幽默的画风啊，做挺好的，有点像那个《超人总动员》那种感觉。这里面呢，这个超级大坏蛋呢，他是主角，对吧？他一直以来呢，他是智商非常高，有一个超人呢，对吧？一直跟他作对，他是坏人，超人是好人。有一天呢，他想个办法呢，把超人整死了。整死之后呢，这个坏蛋就无敌了，他就寂寞了，他就创造了一个超人。啊，当然呢，这个我就不剧透了。就好比很多人要做病毒，待会儿你看那个什么《生化危机》啊，还是说这些类似于像这种生化病毒的电影。他都是要做一个病毒，他做病毒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卖解药，为了什么？为了 money 啊，为了钞票啊，对吧？目的是什么？为了敛财，那是吧？你有的时候，你知道灰灰当年为什么有一个麻烦开枪吗？知道那个时候灰灰是真无敌啊！那老 K 是确实，2011年的时候老 K 就是懒闲子啊，确实是懒闲子。灰灰真的是无敌，那时候无敌，他就觉得他就整一个贵州阿星啊，美其名曰叫 Zero 麻烦开枪，后来叫贵州阿星，这个就是他自导自演，这个是真事儿。这个你现在你随便找人说，这不是咱说瞎话，这不是说我是证据，就是有更多见证人啊，亲口承认的，这都是啊，这都亲口承认的。为什么要整一个这个人？为什么这个圈子你要没有这个，那还玩个屁呀？那就灰灰无敌了，那玩个屁呀？那就怎么玩啊？这个情况，完我这么说，大家伙能理解就理解。当然这个7比0，他妈的这现在要8比0的话，我他妈的也是醉了啊！能不能震到？还没震到，灰灰下死手，你看。现在就是这样了啊！我觉得就是你想让他那个剃头，灰灰也不能剃，除非是灰灰剃完头非常潇洒，而且确实人家这辈子做到的一件事就是我宣布退役，因为我无敌，我宣布退役了啊！我不玩了，我真不玩了，就能对吧？但事实上呢，还得赚钱。你看咱说的吧，他妈的既对吧？既真实，还他妈有点还怎么说呢？你看，倒八了，换位了。上半场8比0，兄弟们啊，上半场8比0，你看这怎么说啊？这么再干下去就没有人赞助了啊！我说啊，你控制啊，1次2次行，兄弟们啊，再多的就不行了啊。我是上了美颜还是真瘦了？我肯定是真瘦了呀，这个怎么能美颜呢？对不对啊？来开房啊，兄弟，不开了啊。
好，来看看啊，两个人都来了，投币吧，开始吧啊！直播就为了赚钱，退啥呀？其实也一样啊。你说现在有人赞助打97，如果真有一天没有人赞助，你们说这个事儿不可能，但是我认为没有，凡事没有说可能不可能的，你混温饱行。我跟你讲，比如说现在啊，比如说现在河池大概一个月能赚个，我感觉啊20万加吧。就是有可能是低于20万，因为他可能还会给粉丝送一些福利，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但是首先他工资，我这个都透明了，咱们虽然说是趴活啊，但是这个工资已经透明了，不光是我知道，很多粉丝都知道了啊。这个工资就是第一名是13万，然后在3年前应该是25万啊，大概就是光工资不算收入，不算他那个礼物，也不算赞助的，就是说啊，怎么个赞助，就是比如说赞助多少钱，得冠军多少钱啊，这不就是亚军多少钱，这都不算的情况下是这个收入。但是呢，如果有一天河池只能一个月赚5万块钱，他心里就会起阴影了，我不想干了，不想玩了。他会觉得我以前都是赚那么多的，我现在赚少了，不想干了。那5万还能忍啊？那赚2万，赚1万，你这就懵了，你就不想玩了。你赚的多了，你再让你赚少，赚不了了，知道吧？啊，这个咱实话实说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局怎么样啊？他妈的，你可以说老 K 的8神发挥也好啊，变成1P了，牛逼了。但是我他妈不信啊！我真是，我这今天这个状态，我感觉真的灰无论是1P 和2P，也不可能让人8神打成1v3的状态那种感觉。你看这把来一个1v3，强势扳回1分啊，结束8连杀，等等的啊。对啊，年薪最少300万，啊，这几年没少整，从14年到现在，我估计几千万吹牛逼，2000万吧啊。这里面呢，咱说实话，就这里面不是说刨活啊，兄弟们，其实我还是羡慕河池的，而且河池也确实做到位了。就包括你现在灰他一个月，虽然说他如果他是第2名是小孩还是鸭王还是灰，反正他们经常换，反正第2名就不是13万了，第2名只有3万多啊，就差。第1名和第2名的差距就这么大，这个都是业内大伙都公开的啊，不是说我在这里面那个说那个隐私啊，这都公开的啊，这很多粉丝都知道啊，大伙就不多说了。然后呢，所以说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利益往来啊就是有问题，谁都不想当第2，或者说是有的人对吧，我能当第3、当第4都无所谓，差不了多少，但是呢，我要么就当第1。我当不了第1，那我就去别的地方当第1啊，到别的地方当第1的，那只能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就是资源点分流。你在斗鱼，你谁也干不过河池，对吧？谁也干不过他。那有的人就想拿第1啊！我在斗鱼拿第2名，我只能拿3万块钱。我跑到别的地方，有可能会拿10万。我拿的虽然是再少多一点，但多不了太多，但是也总比好点，是吧？你看。那就是这么个路子啊，或者有的地方礼物抽成比较少，等等啊，对不对？小狼是小主播，小狼一个月，上个月是发了8000块钱啊，这个工资是8000，我昨天刚发工资啊，真的是昨天刚发的啊。好，来看看，好，落地升龙。这个圈子呢打得好未必啊，主要是有的人有自己的节目效果，你像包王有包王的效果，对吧？广州小孩呢，他有他另外的圈子，除了97之外，他其他的圈子都很厉害，对吧？所以说他能稳居第2、第3，对不对？然后鸭王呢，把这个2000这一块弄得非常好。灰呢，主打97技术，谁也打不过我啊，谁也打不过我。那你看，对吧？灰搞的是这一手，那对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卖点，我狼就是逼逼。但是你逼逼，要不你逼逼拳皇，要不你逼逼三国战记，你会发现都是靠这些东西，而不是靠自己啊，不是靠自己。逼逼三国战记别人打的啊，逼逼97别人打的，你狼所以说你狼呢就混口饭吃啊，确实是啊，我就算以前很多时候小狼好的时机你错过了，如果你坚持做下来，那也只能说比现在强一点，或者是强很多，但是绝对不会强到能跟这帮人这个分一杯羹的那种情况。所以说你只能转，不是说转行，你只能想个办法把自己的优点突出来。说句实在话的，有一阵儿啊，就是我记得最开始那个时候小智在14年15年的时候在斗鱼啊，还有后来的大司马，他们都喜欢玩拳皇，他们从小也玩这个，他们播拳皇，他们别说播拳皇，他们就是播伍子棋，
他的观众也比河池多。那他为什么不播呢？因为那只是他偶尔过来玩一玩，串一串场，对不对？你会发现啊，像大司马巅峰的时候，对不对？那小智巅峰的时候，像这些高手，他就是100年遇上一个灰 K 的比赛，他也打不了，他也比不过这帮人的人气，因为人家那个人气可能是100万级别的啊，同时在线可能会打好几万真实人气，咱这也只能大几千啊，就是最多了可能是1万，那是超级比赛的时候。啊，河池可能会达到，对吧？1万多啊，就是真实人气，那是再牛逼不过的时候了啊。那你说，所以说你这个用户受众还不一样。大司马玩的好吗？不好。解说97好吗？他那连玩都不会玩，他不像你狼，最起码还能玩一玩，对吧？吹牛逼吹这么多年了，但是呢，他播拳皇97，那他也照样是火。那是因为他天天播吗？他不能天天播，他偶尔播一趟。说白了还是他自己本身这个人厉害。你像河池，他就是播2000也好啊，播英雄联盟也好，也有一些核心的粉丝。你像我搁这玩信乐团，我玩王者荣耀，照样有100多贵宾，咱也不知道这帮人图啥，可能就是习惯在我狼这听我狼吹牛逼了，或者就喜欢我狼这个人，这也是我的优势。但是呢，也就仅仅谈上是优势吧啊。好，这一局的话，我们感觉。我们感觉啊，这个好，感谢我们的石佛哥3手办卡啊。人气高不高的也比不了那些什么王者，现在就是王者荣耀啊，现在就是王者荣耀最后的辉煌啊，以后是什么咱也不知道。你像我狼可以跳去主机，但是主机已经饱和了呀，对吧？你像这个要拼声音，我狼拼声音其实可以的啊。说句实在话的，如果说我真的是不骚的话，我就是不骚。什么叫不骚？就是说我不玩那些那什么大伙儿什么小色狼啊之类的，我就是凭我自己的声音的优势，因为本身咱们是传媒学院毕业的嘛，对吧？啊，因为中文系毕业的，播音主持也是学过的，我好好说话，你们听不到我是哪里的人呢，对吧？你可能会觉得哇你是哪里人呢？不知道的啊，对吧？可能不知道我是黑龙江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一逼逼赖赖的，我这个逼样啊，你家就黑龙江的啊，这不都东北人吗？啊，逼来的啊，这小的一说话妈的3吹6哨的啊，就这种。哎，我想做声优是可以做的，然后我想玩游戏陪大伙玩也可以玩的，但是呢，占不到先机。而且啊，不光是斗鱼，包括什么虎牙呀，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有很多大神。这个他们其实这个游戏技术还是不是很关键，主要还是节目效果。你可以想节目效果的啊，你想好节目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我跟大家伙讲的那个。跟大家伙儿讲的那个，就是说，像什么有一些全新的游戏，或者说直接就是干节目了啊，就比如说做一个微型网络综艺互动呢，啊，或者说是跟大家伙儿说的那种像什么，什么剧情杀呀、狼人杀啊之类的，是吧？好，直接打鱼。那下半场之后啊，老 K 呢是以2-1暂时领先，而灰灰呢啊，这里面很多人说小狼你为什么不解说了呢？从8-0开始啊，到下半场切换了一下，两个人互有进出了。8-0那个不说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真的这样的啊，老 K 的这个8神啊输给灰灰的也是偏多啊，但是呢赢了之后呢也过不了灰灰大猪这一关，而灰灰的大猪有可能会2传3啊，8神1v3的节奏有可能还会大猪2传3。所以说呢，千鹤有时候都出不了场。你像这个差距啊，就已经是非常大了。他们两个差距现在已经差了半级了。当然，很多人说为什么是半级不是1级啊？如果差1级的话，根本没法玩。差1级就是10-0，我告诉你，我不想让你赢，你赢不了的啊！就这种。好的，可以看到这一局8神是1v3的局面。你看，老 K 的8神赢了，很难过灰灰的大猪，而灰灰的8神赢了，这个大猪哇就轻易就能过。啊，打出1v3的局面，8神死了，大猪把大门打死，或者大猪没打死，然后呢大门剩残血，没有气儿，啊，这种不可防御波直接打晕，能不能来？能不能晕？直接打晕了一个暴气，赵 C 重手接魁3，2-2平。这一局是一个1v3局面。那这么一看啊，咱抛开老 K 最起码没有被剃头的啊，这2局咱们就还是要算一算。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两个人差距已经不是1星半点，是差了半个等级左右。啊，差了半个等级左右。现在老 K 的实力大概应该是1线中上了，就是
所谓的一线中上的，但是肯定还是比河池猛。可能应该这么说吧，老 K 现在已经是一线皇帝了啊，一线皇帝了，而只有灰灰是 S 级啊，只能这么说了啊。好，看看。其实也不是老 K 的大门没有那么猛了，我跟你讲，有的人嘛，可能他就有这个上限。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什么叫上限啊？就是老 K 研究出的这些套路、这些招，就跟二阶堂红丸似的，他打人的那些招呢，已经被人摸索透了。他那个版本那一代版本已经被人摸索透了。想当年我玩澄海3C 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就不说了啊，套路又不一样啊，都是召唤流。后来呢，3加对3骑，我这么一说，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同样的版本都是5.45，但是那个时候玩法，很多人他主流的人物，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的操作比较好，他的玩法觉得什么稳呢？就是3加啊，光明是3加，黑暗就是3骑，3个骑士啊，这么打下去，最后能赢啊，就是 PK 啊，势均力敌，都是这么个路子。后来呢又变了，那第4个人抢山丘或者抢那个 BM， 也就是抢剑圣，他玩法又变了。总之是要拆你塔才能赢的呀，对不对？大家伙能理解吧？就是说他。是这个版本没有改，但是呢，你的这个套路，我发现我适应了，你这套路就不行了。你肯定会说，那老 K 没有新招了吗？也许还真就不一定有了。他这个人物上限就在这儿了啊！为什么现在没有人选红丸了？红丸的上限就在那儿，只有外挂才能把红丸用得非常厉害，对吧？因为外挂的这个走位啊，什么打点啊都非常准，没有失误啊，对吧？那你如果说你老对吧？你大门他可能上限就是在这儿，对吧？你懂我意思吧？那这个就是我要表达的事儿啊。他这个竞技类型游戏，它可能就有这种东西，就好比最开始你们玩不玩过红色警报？你们玩过吗？红警2，现在好像咱们环球区好像有个叫东北乱炖的哈在播啊，这个他专业播这个的。但是你们可能不相信，其实我也会玩红警2，我也可以解说了，但我没有人那么专业。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什么最厉害呀？法国呀，单挑1v1，有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你不能用法国啊，法国太赖了啊，对吧？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然后还有巨炮啊，对吧？这个好，很厉害，很恶心。但是呢，现在你会发现，那直接对吧？直接一手那个伊拉克，对吧？现在就是伊拉克是霸道了，那法国就不行了。这个同样的版本啊，兄弟们啊，同样的版本，只不过玩法就突然研究出来，你这个东西还不行，它没有我这个辐射工兵厉害，你怎么办？对吧？你怎么办？你没办法啊。你中国那个不算，那个不是红警2的，中国那个他妈的那是共和之辉啊，那改版啊，那是盗版啊，那是盗版的啊，什么龙之崛起那是盗版啊，不要扯盗版的事儿。好了，3-2。唉，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有人懂得会玩的，你就应该能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其实老 K 现在这个大门不行了，不是他没那么猛了，第一也有可能是他反应速度慢，但是他的套路、他的肌肉记忆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没消失啊，不会那么轻易的消失。就好比朗朗，对吧？朗朗是牛逼啊，就朗朗作为一个钢琴家，他反应速度快也好，慢也好，他手指每天都训练，对吧？他除非他得老年痴呆症了，否则人家这个对吧？人这个他到50岁，人照样这个钢琴大师，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纯熟。这个不一样，这是肌肉记忆。他这个大门也是啊，只不过是他这个套路被人看穿了，就跟圣斗士似的，就同样的招式啊，我不能中第2次。咱那这么说有点恶心啊，那是他妈的动画片，但是咱现实生活中就是啊，我发现他压制我、起身择我啊，都有那么几个套。我赌他出站重手、站轻手、下轻腿、原地起来攻防、前跳地啊，前跳落地直接冰啊，直接蓝之山啊，或者说是前打我后跳头上浮，就是无非就是这些套路嘛，但是我发现你这个套路我已经适应了啊，就完事了啊。好，直接一个转啊。好，感谢刚才我们的绿3个豆啊，赠送我狼的1手办卡，1分啊，爆气，看看能不能抓到一道狠的升楼，哇操！哎，这肯定要死了啊！
其实现在河池和叶枫也没那么怕老 K 的，真的。你看啊，同样是大门，你看啊，很多人都说 KY 门啊，说河池是波峰水门，那他妈的为什么叶枫打河池的时候不敢把，对吧？不敢把玛丽排到最后呢？对吧？他打河池和打老 K， 他的排列顺序是有问题的。打河池的时候就是千鹤首发，打老 K 的时候就是正常8个马。同样是大门。啊，打老 K 就可以用玛丽，对吧？打河池就不敢用玛丽，为什么？啊，为什么？这说明你俩的路子不一样。他这个套路打我这个玛丽有点东西，我不敢，对吧？河池打我这个玛丽有点东西，他钻研过，而你老 K 就不去钻研怎么打我这个玛丽了。你不钻研了，我就打了啊，怎么了，对吧？是不是？以前看你最早的视频，连宋玉丸都要感谢的。他妈的，我现在这个弹幕助手也看不到鱼丸啊！再说鱼丸也没有钱了呀。咱这玩意儿，咱老实说的很现实啊，确实没钱啊。你这该说不说的，你这操，那对吧？就是我当时我好几十万鱼丸，我斗鱼都不给我把我骗了，把我鱼丸给扔了，我他妈不要个逼脸啊！抬回来太无敌了不好，你这话说的我是真想给你一个腿绊，连人带鬼棍给你炫羊沟了去，我操！而且这个人物是有弧光的，你看现在灰灰他千鹤啊，偶尔是吧？以前他千鹤不像叶枫跟河池似的各种布阵。他不考虑，现在呢他也考虑了，因为布阵的这个收益太大了。以前总是插你眼睛，现在偶尔也插啊，偶尔也插，但是呢，大多数呢是成功。进攻阵捡不捡？不敢捡。哎，灰灰这个，其实他刚才真捡了就行了啊，刚才真捡就赢了。一个进攻型的1段阵，结果呢，这个灰灰倒地没受身，老 K 想多了啊。现在你这个是这玩意儿韭菜长高了，必须回来割一波了啊！这玩意儿钱是王八蛋，对吧？没了咱再赚嘛。现在呢，老 K 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把技术追上来。如果老 K 把技术追上来，那么可以；如果他追不上来，是竞技游戏啊，就是菜是原罪。如果他打不过吴志辉可以理解，打不过河池叶枫可以理解，一个不小心连什么东京热呀、什么苏州系别呀、包王啊都虐他了，那时间一长，那就真的脱粉了，兄弟们，你们不要认为老 K 曾经无敌，老 K 那个对吧？老 K 那个这个叫什么啊？就是人品好，这个都不假，这个都是真的。但是呢，你技术不好，你就很难受。时间一长就白扯，除非你就在你最牛逼的时候选择一手退役，退役了不再来了，不参与了，这个荣誉永远就保住了，金盆洗手了，永远就保住了。现在就怕这个事儿，如果老 K 都折了，那吴志辉霸住97这一行，97就在2年之内就要慢慢扯犊子，老板都没啥意思，老板都不赞助了，赞助啥呀？一赞助都是啊，灰灰那个给灰灰10个币，你们一人对吧？你们7个人，一人5个币。对吧？你打灰灰反正是吃亏的啊，肯定是吃亏的。你这吧，那你他妈的那还玩啥啊？现在呢，如果老 K 啊练技术，那老 K 可以照样是牛逼啊，照样是牛逼。如果老 K 练技术也练不上去，或者说是不想练技术了，偶尔来开播。时间一长，一来谁也打不过，一来谁也打不过，那就废了啊！所以说，希望老 K 啊，还是利用这一次直播好好练练技术，对吧？曾经的王者回来了也未必，对吧？也未必。那灰灰是不是？灰灰多几只手啊！灰灰现在他一直在玩，
他无敌。那老 K 找回节奏啊，3-2个月有可能对吧？就恢复自己的巅峰状态，对吧？对吧？那就热闹了啊！好，看看，哎，为什么卡了？啊，老 K 现在是真的，你看啊，现在难道是15-2吗？我操！哎，还炸了，我操，还炸了，不玩了。哎，不是，我刚才掉线了啊！我刚才掉线了，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线了，兄弟们。刚才我这个网络卡了啊，对不起，刚才网络卡了，掉线了啊！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啊！我没有迅雷啊，没用迅雷啊，哪有啊？没有，绝对没有的啊！好，我们看看，现在还是灰灰的优势局，灰灰不会15-2直接结束了吧？啊，兄弟们，一手15-2结束了，那也太大跌眼镜了啊！好，升龙，时间啊，灰灰这手下轻腿骗对方前跳出升龙，这招是真的赖的啊。嗯。Round 3, ready, go. 反正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那些职业选手啊，职业选手玩那个王者荣耀的，他们开直播玩玩娱乐也就算了，真打高端局连续的输，哎，除非他认输啊，就什么意思呢？第一呢，首先这个游戏它受众高，受众多，人家那些那个，你看啊，这帮高手赚钱，主要还是靠赞助赚钱。送礼物啊，工资啊，都是小钱儿，知道吧？都是小钱儿，赞助赚钱。但是你其他的游戏圈子就不一样，其他游戏圈子就是靠礼物啊，靠签约，靠人气，靠自己做广告赚钱，对不对？好，6-2，现在不会是15-2吧？如果15-2结束的话，我估计老 K 今天跟灰灰肯定是打不了的，想都不用想啊，不用再打了啊。直接扯了就行了啊。Round 1, ready, go. 一手8-0，然后呢，现在又一手5-0，哎，真的是难啊。兄弟们啊，真的就是你昨天我听说连系别都输了是吧？昨天还是东京热还是什么的啊 ？Round 2, ready, go. 结束了15-2是吧？真有可能15-2啊！真有可能！我操，我这个扒着你们茶水，我操！我从比赛开始就开始泡，结果现在这个茶水都泡敷弄了，我操！
东京被10-0。那昨天输给系别是怎么回事啊？ 好啊，这个15-2，那太狠了啊！小啤酒不香吗？你没有人赞助啊！妈的，光说是不是啊？赞助我一个海鲜啤酒，我立马就把手机直接我带上充电宝啊，我带上充电宝，我直接就跑到饭店给你们开一个户外，对吧？激情小啤酒，谈天说地，讲妹子啊，跟大家伙讲一讲这么多年你狼的青葱往事啊，对不对？哎呦我操！这他妈真是打不了了，这他妈死太惨了，直接打晕了啊！死太惨了，这就叫比赛啊！这就叫比赛，15-2！哎呦我操，你干啥去了？不是一会儿有人来啊？哎呀妈呀！可真的是，我操！你这真的怎么说的？这个比赛啊，泰森的弟弟叫泰登，我们去看看啊，看看有没有礼物啊。